In Deutschland aber wurden gestern am späten Abend fast alle Züge ausgebremst. ICEs, Regionalzüge und S-Bahn auf offener Strecke und in Bahnhöfen. Ein Totalausfall für gut 2 Stunden. Die Bahn heute in Erklärungsnot. Bei Wartungsarbeiten legte ein Fehler das digitale Funksystem lahm. Lokführer konnten nicht mehr mit der Leitstelle kommunizieren. 朋友们，大家好。有几天呢，我没有更新视频了。老实说，我病了啊。我其实很少病，但是这次我感觉我真的是不行了。6月24号那天，我离开巴西返回德国。6月25日下午17点，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那个国际时事啊，就是6月24号晚上那天，德国铁路公司它整个系统，不管是客运的还是货运的那个列车，全部停运。而且全国停运2个小时左右，大家想想看，如果全中国的高铁啊、绿皮火车还有货运列车全部停运2个小时，会给中国造成多大的损失呀，对不对？那为什么德国6月24日晚上整个铁路系统会崩溃呢？导致全国都停运，是德国铁路公司自己说的。德国铁路公司有个专属的调度管理系统，叫 GSMR。它是诺基亚的，但这个系统呢，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而且是基于2G 的，不是4G，更不是5G 啊，而是2G。这个系统呢，在那天更新的时候呢，可能有个小 bug， 然后呢，整个系统崩溃了，导致了所有的什么列车，对吧，就不能调度了呗。那为了安全起见，那就停在那个点崩溃的时候，在哪个地方，那列车就停在那里。不管你车上有没有人，有多少乘客，只能停在那里。德国铁路公司它竟然没有备份，你们能想吗？不是说德国人呢是以严谨著称，对不对？工匠精神，对不对？但是咱们看到的目前2026年或者过去几年，德国铁路公司它是整个德国被吐槽最多的一家大公司。因为晚点是常态，正点呢才是意外，所以呢，德国铁路公司可以说千夫所指。那这个全国的这个货车全部停运，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但是这样一个那么重要的系统，竟然没有备份，崩溃了就崩溃了。然后呢，2个小时之后才用了一个应急系统，它不是备份的啊，是应急的。我们想想看。要把全国的所有的火车还有货运列车调度恢复正常，不可能几个小时，对吧？起码要1-2天，对不对？又加上现在还有一个因素，德国或者全欧洲热浪啊，特别是西欧这边热浪滚滚，可能也是导致德国铁路呢管理系统它有 bug 崩溃的原因之一吧。所以你看到我第2天，也就是6月25日下午17点。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的时候，那我就遇到了很大麻烦。德国火车呢是非常贵的啊，所以之前我就看过了啊，降落的那天大概什么时段，然后呢，如果我坐德国火车回去，我提前一段时间买会有优惠票，但是就是那个时段，它优惠票一点都不优惠。我记得最便宜的好像要40欧元左右。我这个人嘛比较节俭，我就觉得40欧元180公里。300多人民币啊，180公里，对吧？我就觉得太贵了。然后我就看长途汽车，从机场开的长途汽车，我也觉得太贵了。后来我看到法兰克福火车总站也有那个他发车的，叫 Flixbus 起点站，很便宜，好像11欧元。我算上加上呢，从机场到市区的这个公交票，6.9欧元，还不到20欧元，我就觉得这个合算。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长途汽车的票，但是我是掐着点的啊，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天呢，降落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飞机晚点30分钟，本来呢预计16点20度还是多少到的啊，但是那天是17点才降落，恰恰这30分钟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原来那个真是掐着点算的。然后我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啊，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的短途火车站。
到那个地方之后，我一看，我找那个车次啊，原来我想的是坐17:22，我记得，但是我17:20左右我就到了，我特别高兴，我说啊，我正好赶上了。但是一看到那个告示牌，我就傻眼了，因为那上面显示啊，某某某车晚点多少分钟，然后某某某车取消了，我的车没来。然后我看下趟还在上面显示的晚点90分钟，也就是晚点1个半小时，它是短途火车，朋友们，不是长途的啊。哎呀，然后呢，我想，那我就坐最快来的那趟吧，哪一趟什么时候来我就坐上去，但是不来呀。然后我就想，现在已经17:40几分钟了，我还没有坐上车，已经不行了啊！我的那个长途巴士肯定要开走了。正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说我的那个长途巴士也晚点20分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然后我马上看有没有那个下班那个短途火车到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啊？没有，看了不是取消就是晚点。哎呀，把我气的，那个车票也作废了，因为他已经开走了。这时候他就是晚点20分钟。我在网上可以看得到，我的那个长途巴士开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现在仍然还在法兰克福那个国际机场短途火车站里面。这时候应该是到下午18点多，18点半以后了。我心里想，不行啊，我不能老是在这里像无头苍蝇一样打转，对不对？我得想办法回科隆去呀。本来我当时想，那我就直接坐火车算了吧。如果是临时买票，德国高铁票180公里啊，有多贵呢？107欧元，也就是800多元人民币。对德文来说，即使是德国的收入也太贵了，我就是不舍得花这个冤枉钱，对我来说。后来我想，如果是我花63欧元买个德国票，它是可以坐所有德国的，除了高铁还有那个城际之间加快的列车之外，其他所有的德国绿皮车，我这样说吧，德国绿皮车还有所有其他公交都可以坐的啊。那我就买了，花了63欧元买了1个月。但是朋友们，这个德国票也特别黑，它是按照本那个月份的。你看，我到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的时候已经是6月25号了，也就是本月6月底到6月底只有5天时间。即使是30天或者是最后一天，你花的钱都是一样的，都是63欧元。我想没办法呀，而且我看了，如果是光是坐德国火车那个绿皮车的话，到达科隆180公里也要51欧元，只是坐一次。我就想还有4、5天，那我就多花12欧元，我就买个德国通票这样子，我就买了。这个德国的绿皮车返回科隆，它是沿着莱茵河沿岸走的。那有2个大站，一个是美因茨，另外一个是科布伦茨。这2个城市所有的那个德国的绿皮车还有高铁都在那个地方停。所以呢，我就先想设法离开这个国际机场，所以我就看哪一趟车到那个美因茨或者科布伦茨我就上。然后我就看到下一趟呢是到那个美因茨的，我就上去了。这趟车呢是没有空调的，没有空调，那也得上啊。凡是有车给你上，那你就谢天谢地了，否则你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过夜吧。所以我就马上上去了。然后呢，咣就到达了美因茨，然后应该是19点30分还是多少左右到达美因茨了。在美因茨呢，下一趟呢是20点03分，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就找到我的那个站台。好在呢，下一趟是接驳的啊，而且是直达那个科隆的，我中间不用换乘。从美因茨到科隆，大概啊，我估计呢是150公里的距离。你们猜猜，德国绿皮车要多久时间？是直达的啊，中间不用换乘，3个小时。150公里要3个小时，因为它每个小站都停，
有车就不错了，刚才说了对吧？而且他没有取消这趟车，因为是起点站，所以他也没有晚点，谢天谢地。大概是8点钟左右，还差2、3分钟的时候，那火车就开进来了。然后刚好呢，我就站在那个停火车车门的附近，我就觉得我运气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在耐心的等人家下车的啊。下完车之后呢，我就提着我的行李上车，因为我比较近嘛，所以上车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空位，我就选一个太阳直射不到的地方，因为没有那么热啊。然后呢，我就弄到一个靠窗的位置，而且呢是可以看莱茵河的，我很高兴。我更高兴的是呢，那一趟德国绿皮车它是有空调的，而且空调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运气特别好。上了这个车之后，我就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就当天回去呢就没有事了啊。20点03分准时开，然后慢慢的往那个科隆方向走，莱茵河的沿岸挺漂亮的，不久呢就天黑了。本来预计呢是23点02分，也就是还差1分钟，要3个小时的，对吧？这段距离应该到达科隆火车站，但是我们那个车到达科隆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23点10分钟了，也就是超过3个小时了。不过无所谓啊，晚点几分钟对我来说已经很幸运了。当天我到达科隆火车站的时候，我就看怎么回家呀？从火车站我还得找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是我走路回家，对吧？刚好还有那个地铁没有停运，然后呢，我就马上咣跑到地铁那个换乘去，等了5分钟，那个地铁就来了。然后呢，地铁应该是没有空调的，应该是没有，我忘了，没有的，对，应该比较热。OK， 然后呢，我就坐那个地铁回家。回到家之后，最后我到家是23点30分，也就是呢，从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17点，到我自己到达我家里啊，花了6个半小时，180公里，6个半小时，而且加上特别热，有的车里面没空调，我整个人又加上舟车劳累啊，因为在巴西的时候，我住那个酒店，巴西也特别操蛋，他规定啊，早上10点钟退房，最迟早上10点钟退房。但是我的那个航班是那个晚上18点45分的，你们想想看，从10点到18点45分，还有8个半小时以上，对不对？那我这8个半小时怎么办？好在呢，那套公寓楼里面有给我休息的地方，我就在里面休息。直到下午2点钟，我就打个车到机场。到机场之后呢，我还有4个小时，那怎么办？也只能在机场里面把那个时间把它待过去。巴西的那个网约车也挺便宜的，虽然比中国贵，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能够，好像有30多公里，我花了人民币大概80块钱坐网约车，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对吧？然后呢，在圣保罗转机的时候也非常的那个顺利，就是说来说去，从圣保罗到法兰克福这个飞机洲际航班晚点30分钟，前面我说了，就是因为这晚点，所以导致我后来一系列错过了，没办法。所以整个从我在巴西退房到我真正的到达我德国家里，整整花了30个小时在路上，马不停蹄的，又得不到休息，又加上德国特别热，所以我整个人，我发现呢，我在德国那个绿皮火车上，我就感到我的那心口啊，隐隐作痛，而这个痛呢，它是你无法描述的。我大半辈子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担心啊，我会不会得心肌梗塞？但是考虑到我的家族啊没有这个心肌梗塞这个病史，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吧。有可能就因为是太劳累了，又加上太热了，然后我还背着个比较重的背包，勒着我的那个胸这里，所以导致了可能我的胸口痛啊。回家之后，我就马上洗了个澡，一个冷水的淋浴，
稍微好一点，而且我的头也痛，然后呢，我胸也痛，所以整个人都不好了。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头还是继续痛，我就吃了片阿司匹林，我的嗓音也变了，就像现在一样，我的嗓音是不对的。那没办法，已经到家了，那就好好的休养呗。所以这几天我到家了，现在是第2天，整整第2天了，我都没有力气，没有心思做任何的视频，特难受。而且在巴西的时候，我的腰也扭了，所以呢，什么不走运的事就给我摊上了。现在我的腰也没有好，还是痛，可能真的人老了吧，所以导致了我这几天的状态非常不好。我发现啊，也可能飞机那个环境啊，因为它空气混浊，对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流感那种病症啊，头痛，然后呢晕晕沉沉的，又加上心啊有点绞痛。今天稍微好些了，昨天还是比较痛的，今天好像慢慢有点消失了，但是呢我的头还是特别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得流感了。那也没办法呀，我一般是不喜欢吃药的，留身体自己恢复。因为我的头太痛了，所以我就吃了1片阿司匹林。这2天呢，我有的时候吃1片，有的时候吃2片，就这样。目前呢还是在养病的状态。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与德国铁路有关的。我一个在上海的朋友啊，也是他原来在德国工作过，也出现过在我们的那个一期节目当中，他就转了1篇文章给我，是德语的。然后呢，今天下午又有一个中国朋友转了1篇中文的那个关于德国的报道给我，都是同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德国的一个保守政党叫基民盟 CDU， 这个政党有个政客叫 Kissenwetter， 我不知道汉语怎么翻译，无所谓，大家不用记住他的名字，反正知道呢是德国一个保守党叫基民盟的一个政客。他说讲的有头有眼的啊，他说通过这次德国铁路公司整个系统崩溃啊，德国一定要吸取教训，就是在所有德国基础设施以及敏感的领域都不能使用风险比较高的中国的零部件。好的，这是他的表述。还有呢，同时这篇报道也有另外一个德国绿党的政客，他说中国呢是我们系统性的对手，是我们制度性的对手，我们不能把中国人当做朋友，所以呢，像中国的华为、中国的中兴，他们这种系统我们是不能相信的啊。还有呢，我们德国像所有的系统啊、零部件，我们关于中国的我们都得小心。反正他们2个政客大概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是中国的东西不能用，中国零部件不能用。你们想想看，他们是提到德国这个铁路整个系统崩溃的事情啊，就全国铁路啊、火车啊、货车啊、客运啊都停运2小时这件事，对吧？从这件事引申出来说中国的那个零部件有问题，对德国形成什么国家风险，大概是这样，不能用中国的零部件，也不能用中国系统。我想所有阅读过这报道的读者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个电视的观众也好，对吧？我相信可能电视也报道了，反正呢这个网络媒体也报道过。那么所有看到这篇报道的德国人也好，我也好，如果你不仔细去分析，你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假象，那就是因为德国铁路公司使用了中国的零部件，所以才会产生这个整个系统崩溃，就是这样。如果你不仔细去分析这篇文章，他讲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气愤。像这样的德国政客，这样的德国媒体，不是蠢就是坏，我就觉得特别的恶毒，就是坏。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证明啊，德国的政客、德国的媒体对中国极度不友好，对中国人也极度不友好。碰到这种情况呀，我就心里特别气愤。我觉得待在这样的国家，我真的一点都不好受。
我心里真的有1万匹草泥马，真的有啊。你德国铁路公司不行，你用的是诺基亚的这个调度系统，而且是2G 的。然后呢，你不从你自己本身找问题，为什么1980年代的那系统你还在用，不用新的，对吧？好在他没有用中国的调度系统，如果是出了问题，又甩过中国了。但是即使这样，德国铁路公司也没有说他们使用了中国零部件才出现这个问题，反而是这2个政客无中生有。通过德国媒体这样一报道，相当于这2个政客把这个德国铁路公司所有的问题甩锅给中国了。本来中国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对不对？但是就这样子，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甩锅中国。反正德国所有运行不好的、出了问题的，你甩锅中国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政治正确呀，因为呢没有任何风险啊，零成本呀，对吧？而且对中国表示强硬之后，他那个党的他那个政客在那个选区可能还能获得选票呀。所以呢，他们只会获得，不会丢失任何东西，累是累爽，对吧？甩锅中国就行了。所以我气愤啊，但是我又安慰自己，正因为德国这样不会自我反省，对吧？才会出现过去这些年德国各种各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呢，德国前外交部长360度转弯的事情，这种匪夷所思的脑残的言论。而这样的人当德国外交部长，就是因为德国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了德国现在乱象频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不自省，那不是对中国更好吗？就让他继续沉沦下去，对吧？所以我就又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内心我真的是非常鄙视德国这些政客以及德国媒体的。因为作为华人也好，作为中国人也好，只要你是正直的啊，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甩过中国的，本来中国跟这个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他硬要把中国扯上去，硬要甩过中国，所以呢，这个我真的特别气愤，甚至呢，由气愤会生一种恨，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所以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啊，但是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够怎么出气啊，对不对？所以只能是祈求上帝公平一点，让德国呢，因为他不自省嘛，不会反思嘛，就让他继续沉沦呗，对不对？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呢，我从6月25日经历了德国长达2个小时的整个德国铁路系统崩溃之后，刚好第2天我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又要坐他们德国火车，所有这个不愉快的经历，整个过程导致我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好，可能我得了流感，现在还是有病的，我的嗓音也不对，对不对？我就想给大家报告一下这段时间我的经历啊。德国火车真的是，你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如果要说的话，反正德国铁路特不靠谱，真的是所有德国人千夫所指。也因为德国铁路的原因，导致了我在整个路途花了6个半小时，180公里，花了6个半小时才到达德国家里，可能也导致了我整个人呢得了病，我认为可能这样。而且更可惜的是，我花了钱买的票，那个巴士票呀，是没有人赔偿的啊，打水漂了，那就这样呗。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